本期话题：古代的离婚很奇葩，咱们现代人呢，这离婚率很高，而且你看社会新闻也好，娱乐新闻也好，很多人离婚都会闹得非常难看，因为曾经爱过呢，所以有恨。能理智分手的不多，有咬牙切齿的，有把对方丑事闹到朋友圈里尽人皆知的，有跳楼的，有讹诈的。你看微博上还专门有那博主扒一些奇葩前任的，居然那微博还挺火。不少网友都踊跃投稿，可见离婚这件事不大容易和平解决。那这个呢是咱们现代人，那古人是怎么离婚的呢？离婚之后又有什么状态呢？大家肯定好奇，所以今天这期呢，给大伙说说古代人离婚他都有哪些特奇葩的事儿。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络名词叫奇葩前任，就说自己爱错了人，原来那个前任呢是个奇葩，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举动。那么在中国古代呢，也有这样的奇葩前任，不仅奇葩呢，而且很恐怖。谁呢？春秋五霸头一个齐桓公。这齐桓公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是姜子牙的第12代孙，名字呢叫小白。很多人还记得管鲍之交典故里边那不就是有这个公子小白跟公子纠争夺这个国君吗？这公子小白被管仲射了一箭，靠装死躲过一劫。那么当上国君之后呢，又听从了鲍叔牙的劝说，重用管仲，这才有这个春秋五霸的老大齐桓公。那么这个齐桓公呢，其实他确实治理国家呢，他算个明君，但是呢，在个人道德层面他还是比较好色一个人，而且老婆比较多。他正式的夫人呢就有3位，那么不是夫人而享受夫人待遇的有6位，这在当时呢叫如夫人，意思就如同夫人一样。所以后来呢，大家对别人的小老婆比较客气的称呼就是叫如夫人，这典故就从这里来的。那么正是这3个夫人里头呢，其中有一个说蔡国国君蔡穆侯的妹妹蔡姬，嫁给齐桓公的时候呢，也就是18、19岁，那时候齐桓公已经50多岁了，两个人呢是比较典型的老夫少妻。那么老夫得少妻一般来说是格外宠爱，那齐桓公也这样，他把这蔡姬呢当眼珠子一样哄着。你看不少这个年轻女孩不总琢磨喜欢出去玩吗？齐桓公一把年纪也陪着蔡姬玩浪漫，带着蔡姬出去划船去。没想到这个划船划出事儿。你看蔡姬18、19还小姑娘呢，在船上一点也不老实，又泼水又什么的，把这船弄得直晃的。这齐桓公就有点不舒服了。为什么呢？你别看他是一代霸主，他有个弱点，怕水，还有点晕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陪着自个儿老婆玩，高兴是高兴，一看这船晃他害怕了，脸儿都吓白了。赶紧说你可别晃荡了，别晃荡了，再晃荡翻了咱俩就都完蛋了。你琢磨琢磨，咱们现代人也是这样。就假如说现在听我节目的一些这个女孩子你是有男朋友或者有老公，如果你这老公呢特别怕你养的宠物狗，他就怕狗，那么你是把狗撵一边去呢，还是觉得他为了这点事害怕，觉得这挺好玩呢？你可能还得抱着狗再吓唬吓唬他。我估计像我刚才说这种情况是多见的，人同此心。所以当年这个蔡姬也是这样，齐桓公你越害怕，越不让我晃的，我越有点好玩，我越晃的，把这齐桓公给吓得魂不附体的。下了船上了岸了，这齐桓公越想越来气，说我一代霸主被你个小姑娘给耍成这样，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这么在气头上他一来气就把这蔡姬给撵回娘家了，撵回蔡国了，离婚了。你回去吧，你找你哥哥去吧。你说这个离婚理由得有多奇葩？这就像现在这个谈恋爱的男女因为1、2句话闹别扭，在一块赌气，和这个差不多。但这奇葩呢还没结束，更奇葩的是在后边。这个蔡姬回国之后见着他哥哥，他委屈他就跟哥哥蔡穆侯哭上了。他哥一听这理由气坏了，说我妹妹这么好，就这么点小破事你就给撵回来了，你把我蔡国面子放哪儿了？于是呢他安慰蔡姬说，老妹儿你别生气，他不跟咱离婚了吗？咱找更好的，我给你送到楚国去，楚国也是大国咱们给楚文王当夫人去。
那么这楚文王是谁呢？咱都知道这春秋五霸呀，后边有一位楚庄王，一鸣惊人那位。这位楚文王是楚庄王他太爷爷，在当年呢也是个很厉害的角色。而且这个楚文王呢，也挺好色。说他怎么好色呢？你看啊，我给你讲个事儿。说这个楚国和蔡国在春秋时候之所以有交情，就源自于这楚文王好色。这个事儿发生在再往前拨20年，那时候这个楚文王挺年轻。说这个陈国当时有2个女孩子，长得都挺漂亮。这老大呢嫁给了蔡哀侯，就是咱们现在说这蔡穆侯他爸爸。然后那个小的呢嫁给了西国的国君西侯。所以在出嫁的路上呢，这小妹妹呢要从陈国到西国路过蔡国。这时候蔡哀侯就盛情挽留，意思你看我这小姨子经过我这个国家要嫁到西国去，我这当姐夫的是不是得尽地主之谊说在我这住2天，你再赶路也不迟。没想到这一住坏了，这个蔡哀侯看自己小姨子长得好看，没忍住，就说话有点不着调，不三不四，就调戏人家。结果这2句调戏出事了，到了西国让西侯知道了，西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说你这此仇不报非君子你咱俩都连襟了，你哪能调戏小姨子，你调戏我老婆呢？这西侯也小心眼就为这点事儿找楚国帮忙，找到楚文王说那个我就跟这个蔡国求援，我就说你要来打我来，你呢配合，你假装出兵打我，然后呢等到蔡国出兵帮我的时候呢，咱们俩合伙，楚国西国合伙再打蔡国，你看怎么样？当时这个楚文王正琢磨扩张自己版图呢，你想借这个事儿把送到嘴的肥肉吃下去，这不要白不要，马上就同意了。结果这蔡哀侯当时什么准备没有，还御驾亲征了，结果一下子就被这个楚国跟西国给打败了，而且呢蔡哀侯也当了俘虏了。这时候蔡哀侯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跟着楚文王说您知道西国为啥要算计我吗？就是因为他媳妇儿我那小姨子长得太好看了，我就忍不住夸2句，你看他就来气了，你看他把他媳妇儿护的，就为这么一句话报复我。楚文王是个好色之徒，一琢磨因为这事儿，我以为多大事儿，他媳妇儿好看成什么样，我也得看看呢。得了，为了看他媳妇儿好看，蔡国我也不打了，我直接我改打西国，直接把西国给灭了，完了就把西国这个西侯他媳妇儿就是蔡哀侯的小姨子直接给娶到手了。这蔡哀侯呢举荐美女有功，而且跟楚文王他俩又成了连襟了，2个国家的交情就这么来的，就楚国跟蔡国就这么好着呢。你看这楚文王霸道有能力又好色，娶个2婚女人呢他也不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一看这个蔡穆侯把自个儿妹妹蔡姬送过去了，他当然就笑纳了。当然大伙儿可能听到这儿明白，说这不差辈儿了吗？原来那是这个蔡哀侯的媳妇儿，现在送着呢，等于这是蔡哀侯的女儿。你说这楚文王娶了这么几个人，其实那个时候辈分不辈分的不那么重要。中国当时的婚姻状况呢，相对还处在半蒙昧状态，不像说现代人这么讲究。那么这个事儿虽然20多年了，齐桓公他能不知道吗？知道。按理说呢，就是齐桓公的前妻这蔡姬嫁给谁，其实齐桓公呢也应该无所谓，那你离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可齐桓公觉得这事忍不了，说我的前妻她也不能随便嫁人呢，她最好给我守活寡才好呢。那个时候呢，就说白了，君王的女人要为君王守着什么的，好像还不那么清晰。所以有的国君呢，既然把女人撵走了不在乎了，但齐桓公不行，他这心眼小，他生气。于是第2年一开春呢，他就纠集一帮兄弟，包括这鲁国、宋国、陈国、魏国、郑国、许国、曹国，气势汹汹一起打蔡国。那蔡国当然打不住，肯定跟这些人干不了是人多力量大。结果呢，蔡国崩溃了，这蔡穆侯呢也被齐桓公抓了当成俘虏了。而且他打了蔡国他还不过瘾，他又琢磨打楚国。这楚国是大国他可不是你说打就打的。而且春秋那时候讲究师出有名，说你得说一个打我的理由。楚王呢就派一个使者见齐桓公，说你齐国离我们楚国挺远
这牛马呀，一旦要发情，都跑不到一块儿来配种来，你怎么能跑过来呢？哎，这句话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典故的由来。那面对楚国使者的质问，齐桓公怎么应对呢？他自己也说不上道理来，因为这事儿你也没法说，实在没办法了，把自己的相国那个了不起的大臣管仲给推出去了。你去处理，你回答。管仲啊，就憋得没招了，无中生有的就找理由说：“你看为什么我们要打你啊？因为你楚国有2条罪。第一，你楚国应该给周天子进贡香草，到祭祀的时候呢，这香草是过滤酒用的。你现在不进贡这个，导致天子祭祀都不规范，这不是你楚国的罪吗？第二，当年周昭王南征没能够回去，死在楚国了，这不是你们楚国的罪过吗？”其实这2条理由，熟知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太可笑了。首先，一个香草没进贡，这不算大事。第二个，周昭王死在楚国范围，那是西周初年的事，跟齐桓公伐楚啊，中间隔着好几百年呢。而且周昭王怎么死呢？他是坐的船在汉水上沉了，淹死了。这事跟楚国没1毛钱关系。所以管仲也是逼你没办法，胡说八道。当初他就劝过齐桓公，说你们2口那点事儿不能拿来当战争理由，而且你都离了，你再为他打仗，这不贻笑大方吗？齐桓公不听劝，你赶紧给我办事。所以楚国使者一听乐了。第一个理由，这肯定是不是那么回事，进不进香草怎么着了？第二理由，他就回复说：周昭王的事儿，你别问我们，你问汉水去，那谁把他淹死的？就这么这两边唇枪舌剑，最后这理由大伙儿都觉得没必要拿出来，也没必要争，贻笑大方，最终呢就偃旗息鼓了。而这时候蔡穆侯呢，其他各诸侯呢也帮着蔡穆侯向齐桓公道歉，齐桓公赚足了面子，撒够了气，就把蔡穆侯给放回去了。你说说这个蔡姬的前任啊，齐桓公是不是构成一个奇葩前任、恐怖前任？你这个我跟你离了，还我把你撵走的，但你要改嫁，我就灭你全家。你说谁要摊上这样前任，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这个呢，这是很恐怖的前任。还有呢，很郁闷的前任，也是个奇葩离婚者。这郁闷前任是怎么回事呢？离婚之后啊，他前妻啊变成他干妹妹。这个前任是谁呢？王安石的二儿子。这个唐宋八大家王安石咱们都熟悉，也是北宋时期大名鼎鼎的改革家，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这王安石呢，俩儿子，他大儿子呢叫王滂，和王安石啊，还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称临川三王，这都是有能力、名气挺大、水平挺高的。他还有个二儿子，他这二儿子呀，为人比较低调，在历史上也没留下姓名，咱就管叫王老二吧。他儿子也不注重功名利禄，还有那么点小心眼儿。他结婚以后呢，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就王安石这儿媳妇儿，这也算王安石有孙子了。按照来说呢，这个给王家接香火这好事儿，可是史书上记载，他二儿子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既死。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他二儿子呀，觉得自个儿的儿子长得不像自个儿。那会儿也没有这个 DNA 鉴定，是吧？也没有亲子鉴定，他就怀疑为什么儿子不像自个儿呢？是不是自个儿老婆有外遇啊？所以说你这女的，你这我媳妇儿是不是跟别人私通了，给我戴绿帽子了？所以他动辄就拿孩子说事儿，结果你猜怎么着呢？天天在家发脾气，一发脾气对着老婆对着孩子，活生生把他儿子呀好好一孩子给吓死了，所以叫既死惊悸而死嘛。本来孩子没了，老婆心里就够难受的了，他更没消停劲儿了，天天吵架，最后把媳妇儿搞得是心力交瘁。那么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俩人就离婚？还不是他俩要离的，他老公公就他二儿子他爸爸王安石受不了了，逼着儿子儿媳妇离婚。为啥呢？王安石也觉得自个儿媳妇不守妇道，红杏出墙了吗？不对，恰恰相反，王安石得说是个君子，他觉得这个事儿是自个儿子不对，自个儿子是混账。你也不想想，一个小孩家还没发育好没长开呢，你能看出什么貌相？再说谁规定谁家生个孩子必须得跟爹长得一模一样？即使遗传，那不还要有变异的吗？如果这样下去啊，两口再这么闹，那搞不齐自个儿子呀会把自己儿媳妇的命给搭上，就活生生把这儿媳妇给作的心力交瘁而死。所以呢，他决定别管他儿子同不同意，这婚你必须离，你别再折磨儿媳妇了。但是离婚容易，离婚以后啊，
在北宋那个朝代，这女人名声可就毁了。为啥呢？你为什么离的婚呢？被你老公怀疑红杏出墙，跟人私通，所以这一下他再回去也没人要他了。所以王安石呢早就想到这点了，好人做到底吧。前脚呢他逼着两人离婚，后脚呢他就认儿媳妇儿，你当我干女儿吧。你看，有了宰相这么牛的干爹，这也不差啥了吧？而且作为前公公，我认可你，谁敢说啥呀？所以你看这个事儿，王安石做得很地道，只是他二儿子郁闷了，为啥呢？好好一个老婆变成干妹妹了，所以这是比较郁闷的前任。就说那古代离婚率不高，他是因为话语权都在男人手里，而男人又可以三妻四妾，媳妇儿不行冷着呗，反正有的是，一般到不了休妻地步。那么要是真到了休妻离婚的地步呢，这个好男人坏男人呢就区别开了。你看像齐桓公这种恐怖前任，还有像王安石二儿子这种荒唐前任，多亏他有个好公公压阵。当然了，在古时候呢，也有本身呢处理这事处理就不错的。你看呢，这个1900年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批唐代文献，里面保存了不少唐人的一些个放弃书，不叫休妻，放弃书就是把自己老婆放回娘家了搁现在来说，这放弃书就离婚证书。这里边没有你死我活的诅咒，反倒是祝愿妻子你最好打扮漂漂亮亮的，早一天呢找到更好的男人。所以离婚以后呢，男方还要再负担女方3年的这个生活费用，而且是一次付清，不是分期付款。最后呢，这放弃书结尾呢还福愿娘子千秋万岁，还予以美好的祝愿。就说现在的男的，你别学齐桓公，你得多向唐代的绅士学习。你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不能白头到老，你也别反目成仇。所以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是最理想的离婚。所以离婚这个事儿古往今来到现在，其实是很看一个人人品。本期话题：精准扶贫不容易。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董仲舒说呢，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道，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这两位说的意思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爆发。所以如何让富人不骄，穷人不忧，这是历代帝王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代呢，通过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来让富人不骄。那么如何让穷人不忧呢？其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这个扶贫乃至精准扶贫，这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边呢，舍得钱和物，扶贫没难度。可事实并不是如此。就时至我们今日，就国家提倡的精准扶贫，钱和物投入了不少，但是在有的地方呢，效果依然不是很明显。很多地方出现了呢，越扶越贫，越扶越懒。那方法用不对呢，还会帮人帮出仇，适得其反。那么古人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智慧来破解这个精准扶贫的难题呢？说到古代扶贫呢，咱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舍粥。电视剧里常演嘛，灾荒之年，有钱的大户人家和官府呢都会搭粥棚，免费舍粥。说为什么舍粥不舍饭呢？说你给饭不更好吗？说吃饱了这人就懒了，就不想干活了。喝点粥呢，饿不死，还有点力气干活，能更好的呢进行生产自救。所以这的确是最简单、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它也是历代传承下来呢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不过呢，所谓的扶贫乃至精准扶贫，可不仅限于让他们吃上2碗稀粥。在宋代以前呢，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什么样的人被认定是贫困人口呢？你看咱们现在统计贫困户，它是有硬性指标的。你比如说要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5元的家庭人口就是贫困户。那么古人是如何界定贫困人口呢？4个字，叫鳏寡孤独。提出这一说法的呢，是战国时期鲁国邹邑人，名叫孟轲，就咱们熟悉的孟子，孟老夫子。他是孔子第4代弟子。这孟子呢，他跟孔子一样，他也周游列国，劝说各个国家走王道之路。但是孟子跟孔子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理论，这在那个战国时代显得很超前。在他54岁那年呢，他第2次到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齐宣王有个很有名的丑妻叫钟无艳，有事钟无艳，无事晏迎春嘛，就说这个他要有事就想起自己这个丑媳妇来了。这钟无艳呢也帮助他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这一天呢，齐宣王呢就把孟子叫来了，说这我问你一件事儿，说我这些大臣建议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到底拆不拆？我问我媳妇钟无艳，钟无艳也拿不定主意。这明堂是什么呢？明堂在泰山之下，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狩猎的时候朝见诸侯的地方。孟子就回答说：“大王不能拆呀，这明堂是周天子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您要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拆。”齐宣王一听，呀呵，拆个明堂还跟王政扯一起了？那你跟我说周天子都施行什么王政了？孟子就教育他，给他列举，说在周文王时期啊，第一个农业税低，对农民的税率是9分抽1，就他收成要是9的话呢，抽取1/9。其次呢，当官的人是世代承袭的俸禄。第三呢，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第四呢，不禁止胡搏猎鱼。第五呢，处罚罪犯不连累妻子儿女。第六呢，这关键了，老而无妻谓之寡，老而无妻谓之官，老而无夫谓之寡，老而无子谓之独，幼而无父谓之孤。此四者，天下之贫民而无告者呀。就说官夫、寡妇、孤儿、独老，这4种人是天下穷苦无靠的人。周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他们。齐宣王一听说这个有意思，所以你看鳏寡孤独就这么来的。大伙记住，什么是官呢？老而无妻是官。什么是寡？老而无夫是寡。什么是孤？幼而无父是孤。什么是独？老而无子是独。这4个字到西汉的时候又加上2个字，废疾。顾名思义，就肢体有残疾的还是有常年有疾病的。所以鳏寡孤独废疾，这是古人对贫民的定义，就贫困人口鳏寡孤独废疾。这个不只是单纯经济上的没钱，还通过这6个字呢，深层的探究没钱的原因，是因病致贫呢，还是无依无靠。所以这个鳏寡孤独废疾确定下之后呢，后边呢就效仿他来。南北朝时期呢，慈善活动比较踊跃。南朝起义的皇太子萧长茂跟二弟萧子良一起呢，创办了6级馆，来养这些贫民。6级就是鳏寡孤独废疾。国家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救助这6类人，这是个先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个官办的慈善机构。从这之后呢，各朝各代不断建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救助这些贫困的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完善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这种照顾。所以这是古代呢官方的精准扶贫的一些固定举措。那么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呢，主要是由朝廷来进行，但是很快这些问题出现了，就是你一味的养贫民，非但没有让这些贫民变富呢，反而越来越懒了。你别说古代了，就现代人这认识，现代的扶贫当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觉得反正苦日子过惯了，要饭你当3年，给皇上我都不换，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我饿不死就行，我根本没有自力更生的志向。这个问题今天扶贫当中是个伤脑筋问题，那古人也为这问题伤脑筋，说你靠接济过日子，到哪一年是个头啊？怎么能从被动输学改成主动造学呢？如何改成授之以鱼变成授之以渔呢？所以古人首先研究以工代赈是良方，就是让你来打工挣钱，来代替这种单向输血的赈灾，这叫以工代赈。比较典型的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对这以工代赈呢很有这个创建。他在担任杭州刺史的时候呢，你现在杭州有个白堤吗？那就白居易当时修的吗？就到了杭州呢，白居易就发现这个地方经常有灾害，水灾多，旱灾也多，就出现很多贫民。一调查他发现呢，惹祸的就钱塘湖其实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杭州这地方呢，春天多雨，秋天干旱。钱塘湖多年没有疏通，干旱的时候呢，湖水浅，没法灌溉农田，湖边的幼苗全都干旱死了。而雨季的时候，湖水上升，湖边的幼苗又给淹死了。这当地农民靠天吃饭，庄稼连年无收，难怪得出现这么多的贫民。所以把这个缘由调查清楚之后呢，白居易就宣布我要兴修农田水利，并且从这个登记造册的贫民当中优先招录7000名民夫，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以工代赈，就既扶贫也解决用工问题了。这消息传出来老百姓连连称赞，觉得好办法。可这么好的政策呢，刚准备实施，就有一堆官员来阻止。什么理由呢？千奇百怪。
有的官员说：“刺史大人呐，您不了解我们这风俗啊，修水利那是要动风水的，动风水就不利于钱塘县官员的仕途啊，当地官员上不去，我看也得影响你仕途。”有的官员奏报呢，修水利啊就会破坏湖底茭白的生长，那茭白产量高，当地人得吃啊。还有人说这钱塘水要被抽干了，城里有6口水井，都指着这湖呢，湖水排干了，井水就没了，老百姓不得被渴死吗？所以这说什么的都有。就说这个兴修水利啊，在当地官员里啊，激起不小的波浪，阻力很大。但是白居易呢，没有被这些声音所左右，他怎么琢磨都觉得这句话不可信。你说湖底产茭白，这茭白能比大米重要吗？大米能顶饱，茭白能当饭吃吗？而且你说这风水还不及人民生活疾苦重要吗？你们就考虑自己当官的前途了。所以白居易怎么都不相信这些理由。暗中调查，他发现找着窍门，怎么回事呢？钱塘湖里头有10几顷田，湖水浅了，田地就能露出来；湖水深了，田地就淹没了。所以这些地呢，不属于官府登记在册的地，也不用交税。所以主管官员呢，就和种田的这些田户互相勾结，偷偷把湖水排走，用这块私田得利。你把这湖水要兴修水利，把这都调查清楚了，他们这11顷田呢，就曝光了。所以就动了这些利益了，所以难怪这些人横来竖挡的，不让这个搞这水利。调查清楚之后呢，白居易力排众议，灌田、打井、通槽，捎带手还把扶贫的事解决了。说3年之后呢，白居易卸任了，杭州老百姓纷纷拦着他马，双手捧着酒，依依不舍。白居易很是感动，还写了一首别州民。诗里边说：“税重多贫户，农机足旱田，唯留一湖水，雨乳救凶年。”就是我在杭州没别的功绩，我把这水利修好了呀，大伙儿凭这个呢，赶到灾年的时候多少能对付过去。所以你看，兴修了水利，雨季的时候及时蓄水，旱季的时候及时放水浇田。钱塘湖附近的1000多亩农田连年丰收，农民得到了实惠，贫困人口因此就减少了。所以你看，白居易这活干的是真好。到宋朝之后呢，民间的个人慈善活动开始出现了，这是中国古代慈善活动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民间慈善活动呢，也特别注意以工代赈，这不光是一种办法，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让他自己干活去挣钱，他不仅仅是解决扶贫了，他个人的尊严找回来了。你说坐在那块伸着手向人要，这个滋味时间长了人就不要脸了。所以你真要是救人呢，不光是救贫，还要救他的尊严。你看这个例子就很典型。光绪3年的时候呢，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出现300年一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连草根树皮都没得吃了，尸横遍野。这个时候呢，山西榆次有一个茶叶商人老常家，拿出3万两白银，要在他村里修戏楼。这消息一传出来四围都骂他为富不仁，你有钱你不施粥不接济乡里，你用来盖戏楼，花天酒地，这不有钱给他烧的吗？但是呢，老常家坚持盖这戏楼。不管怎么说，盖戏楼呢，你得用工吧，用工你得管饭吧。年轻力壮就来讨一份工，干了几天呢，大伙发现老常家人这个举动不一般。就大伙没饭吃的，有的来了吧，没劲儿干活，哪怕你就搬了一块砖，你一天3顿饭也可以在工地上吃。这好事传出去，很快市里边挨饿的这些乡亲们呢，都过来盖戏楼了。这旱灾持续了3年，老常家戏楼就盖了3年，大伙这才明白，他哪是盖戏楼呢？对乡亲们来说，他们的每一口饭其实都是老常家给他们的，但是呢，却不是白给，让他们通过自己劳动换来的，吃着舒心，活干着也有劲儿，就让乡亲们有尊严的接受帮助。这是常家人呢建戏楼的初衷。所以你看，让人家有尊严的接受资助。你看，就说真正的扶贫绝不是吃饱饭就能解决的，让穷人无忧。扶贫最根本最难解决的，还得避免贫穷的代际传递。就你爹是穷人，你也穷人，你儿子也穷人，你孙子也穷人。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说的可不仅仅是基因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老百姓是按照职业划分的，种田的、打铁的、织布的子承父业，你家里干啥你就得干啥，不允许横向转换。这就意味着你爷爷要穷的话到你儿子那辈都得穷。所以祖祖辈辈看不到希望，你想这怎么可以呢？
所以一直到隋文帝呢，创建了中国科举制度，为底层人群提供了阶层流动的路径，才让贫穷代际传递忧虑有了解决办法。当然呢，你科举呢，你有钱人家的可能比穷人家更容易出头，但是呢，穷人有了科举，毕竟有了向上的一个通道。这人呢，不怕说你这个就真穷，怕的是一点希望一点盼头都见不着。你比方说这穷人说我这辈穷下辈穷孙子辈还穷，那算了，我们还扑腾啥呀，自暴自弃吧。但是你要通过科举，哪怕是道窄，你能看到一线光亮，说我儿子好好读书啊，将来我家就可能当官，就可能翻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全家会特别有奔头。你哪怕当爹的这辈子参加不了科举，我攒钱要给我儿子创造好的教育环境，他就有这种奋进动力，他就有可能由此脱贫。所以希望呢，它的前提避免贫穷代际传递，这样带来希望，这个家族才有希望，这个扶贫的问题才能够因此得到解决。你看北宋名臣范仲淹就其中一位。范仲淹他爸爸是个八品小官，他出生的时候呢，家里还算凑合。可他2岁那年呢，他爸爸因病过世了，他母亲没办法，带着2岁他呢，贫苦无依，只能改嫁另外一家姓朱的。范仲淹就随着改姓朱，取名叫朱越。后来他母亲死了，他才改名叫范仲淹，认祖归宗，回到老范家。那么虽然是继子呢，但是他的继父呢，这姓朱这位对他很好，也是个读书人，在地方当个小官。范仲淹在继父教导下呢，从小就熟读诗文，很好学。看见家里其他兄弟不好好读书啊，他还呢劝人家。在他22岁那年呢，有一次劝兄弟们读书，有一个兄弟脱口而出：“我们花我们老朱的钱读书，跟你有啥关系？”哎，这句话范仲淹就犯寻思了，怎么回事啊？难道我不是老朱家人吗？他带着心中疑问就问自个儿母亲，母亲才讲他身世，告诉他说：“你的先祖在唐代的时候啊，曾经当过宰相，你曾祖父、祖父、你父亲都在朝为官。”范仲淹得知自己身世，挺难过，就跟母亲告别了，前往应天府，就南京那边求学。那么求学期间呢，范仲淹坚决不用老朱的钱，但是囊中羞涩，只能解衣缩食。范仲淹就顿顿熬粥，粥熬好之后呢，外边天冷啊，放到外面，不一会儿呢，凝固了，甚至结冰了，跟皮冻一样了。他用筷子把粥呢分成4块，每天早晨晚上呢各吃2块。这个在有个成语叫断脊划粥，就把这个咸菜条切成一段一段的，把这粥呢划成4块。那么断脊是别人的典故，划粥呢是来自范仲淹，比喻求学非常艰苦。所以等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呢，范仲淹就上山呢采野菜野蒜，回来切碎以后拌饭吃。4年之后呢，这范仲淹考上进士。就正是这段很贫苦的这个读书生活呀，让范仲淹做官之后呢，特别重视寒门学子的教育。他说我原来穷，我如果不是认认真真读书，我能出来吗？所以他多次提出不要只重视科举，更要重视兴学。就你科举固然重要，但是个端口，他的原来那块是在哪儿呢？是你得有学子认真学习。只有认真学习将来才能救世济民。可是怎么认真学习呢？你得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所以呢，范仲淹当时特别重视教育，不光是说这科举这种学历教育，他也重视专业技能的教学，像培养医药军事这些专业实用人才。所以范仲淹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61岁那年呢，范仲淹任杭州知府，也马上呢他面临着退休，所以就商量着呢要在苏州老家购置房产以备养老。等在苏州找到一块好的地段的时候，范仲淹又改主意了，因为风水先生跟他说你这地方风水好啊，如果在这地方安宅子，将来子孙兴旺，都能出达官显贵。范仲淹一听，马上把这地买下来了。完了，他把这地贡献出来，他没自个儿盖宅子，干嘛？盖学堂。他说这地方风水好，能出人才，我希望在这儿呢建个学堂，培养更多人才。后来这块地上果然人才辈出，明清时期乃至今日这块地都是用来建学院的，就现在的苏州中学就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古人扶贫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思路，整体跟今人的精准扶贫里边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曾经有人疑问说，现在谁还能吃不上饭饿死，还搞什么精准扶贫呢？其实你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个有意思现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往往不是在天下大乱非常困难的时候，而经常出现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候。而且贫富差距越大，恰恰就让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所以你这时候要让穷人得以生存，而不至于天天呢上顿不接下顿，甚至对社会失去希望，这不仅仅是解决他们吃饱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所以在这方面值得我们花很多力气琢磨它，思考它，然后最后呢能最终实现精准扶贫，实现天下呢没有真正穷人。我想这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问题。